欢迎收看投资硬总经。距离上次我们谈中国房地产已经过了1个多月，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第32集我们跟大家分享中国为了挽救房市危机推出的2大政策，反而重击了2、3线城市。今天这集我们就继续来追踪中国房市的状况。最近这几年，中国房地产似乎每年都会有一家公司出状况，而且都是先传出负面消息，过了大约半年左右就开始债务违约。2021年是恒大，2022年是融创，2023年是碧桂园，2024年则很有可能会是万科。那么万科跟另外3家公司有什么不同呢？虽然前面这3家公司的营收规模比较大但他们都是民间企业，而万科呢，它的主要大股东则是深圳地铁，也就是说，实际主导万科营运的是深圳国资委。万科就好比是披着名气外衣的国企。在恒大、融创与碧桂园都传出债务违约后，万科目前就像是中国房地产企业中仅存的模范生。如今这个模范生也很有可能面临倒闭的风险。那中国政府到底愿不愿意出手拯救呢？我们从2个面向来看一个是资本市场的面向，另一个则是从中国维稳的角度。如果我们单纯先从自由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那结论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万科倒定了。怎么说呢？我们从2011年前总理温家宝实施4兆人民币基建救市计划，让中国房地产开始大涨算起，一直到中国房地产价量见顶的2022年，这12年里万科年报合计营收为 3.4791 兆人民币，分给股东906亿，占营收的 2.6%。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少，但如果我们相较于分给股东808亿的恒大以及分给股东794亿的碧桂园，万科其实已经是对股东最慷慨的企业了。而从2020年到2023年，万科的销售数字分别是 7041.5 亿元、6277.8 亿元、4169.7 亿元、3761.2 亿元。2024年前2个月是 314.5 亿元，比去年同期衰退了 43%。 如果这个衰退趋势没有改变，那么今年整年营收应该不会超过2000亿人民币。同时呢，万科目前负债 1.24 兆，但账上的现金却只有剩下大概1000亿左右。从债务平均年限不满3年的角度来看，就算再加上3月12日中国6大银行带着总共12家大型银行支援800亿元左右的贷款，光是从财报的角度来看，万科很难撑过2024年。至于资本市场，则是在3月12日，债务评级机构穆迪把万科的债信评级调降到 BA1 的垃圾等级，这可以理解为债券市场对于万科存亡的共识倒定了。不过在中国，债务上的倒闭与政治上的倒闭其实是2回事如果从政府维稳运作的面向来看，万科能不能倒呢？在进一步说明之前，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邀请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始终不变的是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与坚持。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其实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万科是不能倒的。我们同样从数字来分析2011年到2022年这12年里，万科支付银行贷款利息1780亿元，给员工薪水1197亿元，这分别占营收的 5.12% 与 3.14%， 支付工程与建材等款项 1.2248 兆，占 35.2%， 跟政府买地花了 1.2172 兆，占 34.99%。而各项政府税费4647亿，再跟买地的费用加总，占总营收的 48.36%。换句话说，万科的营收有一半是中国政府的收入。
如果万科真的倒了，那么中国政府就会少了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国资委也要认列亏损。光是从这点来看，万科就万万不能倒。为了避免万科倒闭，中国政府用尽各种方法拯救。首先是在3月初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会议的报告中，住建部部长倪虹说，目前对于房地产企业实施白名单政策，在2024年前2个月已经批准了6000多个建案，发放贷款2000亿元，而万科当然也在这个白名单里面。不过，被发放贷款的建案不到2000亿元中的 5%， 金额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大股东深圳地铁有办法出手救万科吗？2017年，深圳市政府花了664亿元买了万科 27.18% 的持股，目的是为了避免万科被宝能集团恶意并购。而深圳市政府每年为了这个并购贷款，至少付利息35亿元。如果用 7% 左右的非标准贷款利率往回估算，当初深圳市政府至少借了500亿元。当时2017年深圳地铁并购万科时，它的股价是 20.47 元，到了2024年3月下旬，股价大约跌到9元左右，这让深圳国资委无法再掏钱救万科。如果以非标准贷款最多7年加2年的存续期来看，深圳地铁融资断头的时间很可能会让万科跟他的政府大股东一起倒下。不过中国政府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他让万科跟所有非标准债务的融资提供方谈判，只要是信贷评级没有影响的非标准债务融资提供者，全部都展延还款期限。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年底到2024年第一季，新华保险对于万科债务的融资偿付就一直被拖着，只要缴利息不用还本金。讲白话一点，就是中国政府透过行政手段撑着万科不要倒，而代价就是各家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越来越少。而中国人民银行对于银行呆账的提列标准也是独步全球的，只要90天内能够把利息补上，就不算坏账，也就不必报到人民银行列管。而如果不是坏账，那也就没有补充资本的要求。那万一客户到银行抗议无法提款怎么办呢？只要取消客户提款卡的提款与转账权限就可以了。原因呢，当然是防止电信诈骗。总结来说，单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万科或许会步上恒大地产的后尘，面临倒闭清算。但是如果再加上中国需要维持金融体系的运转来看，那么万科是不会轻易倒闭的。哪怕中国得靠减少流动性来维持金融体系的运作，又或者万科的股价与债券不断下跌，这些都是参与资本市场的人需要头痛的问题。至于民众或客户放在保险公司的资金被亏掉，或是放在银行的钱无法取用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先前也提过，城投公司与相关国企附设的人民武装部早就已经成立，让人民及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与萌芽状态的枫桥经验，也在全国全面推广。这些都让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从改革开放的市场逐渐走向管控一切的战时经济，正在按部就班的缓缓拉开序幕。财讯粉丝团们，您认为万科会倒吗？ A. 不会，中国政府会用各种方法让万科不倒。 B. 会，跟恒大地产一样，最终面临清算。 C. 资讯不够多，无法判断，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